在绝大多数人眼里，财富就是实力的象征，但叶晨却从未将钱看在眼里。事实也无数次向他证明，钱在很多特定的时候其实都不是万能的。就比如费建中，饶是万亿身家又如何，依旧要上赶着拿出超过2000亿美元来买一颗回春丹，甚至连自己的大舅安重秋都愿意用超过3000亿美元的代价来换取区区一枚回春丹。理论上来说，只要叶晨愿意，他可以用回春丹把这个世界上所有高龄富豪的财富搜罗一空。若是那样的话，他的财富恐怕很快就能超越外公一家，超越萨乌迪皇室，甚至超越罗斯柴尔德家族也不在话下。可是唐四海当初给他100亿的时候，他都不知道该怎么花，就算他比罗斯柴尔德家族还有钱又能怎样？毫不收敛地销售回春丹，一定会将自己推到风口浪尖，而因此多赚的钱不但没法带给自己实质性的用处，反而会引来诸多觊觎和窥视。所以在叶晨看来，自己下一步最重要的事情并非想方设法的多赚钱，而是要多做一些财富之外的实力积累。只有这样才能够积蓄足够的力量去应对那些未知的庞然大物。此时一旁的费可欣也终于明白叶晨真正关注的是什么，于是他便十分坚决地对叶晨说道：叶先生，您放心，无论将来要面对怎样的对手，只要我还在费家，费家就一定在您左右，与您共进退。叶晨轻轻点了点头，淡然笑道：共进退，或许是共赴一场患难，也或者是共享一场富贵，希望我能不负你的信任。费可欣不假思索地说道：叶先生，我相信您的实力，费家在您的庇佑下定能得到一场滔天富贵。叶晨未置可否地笑了笑，随后指着他手里的丹药认真道：你爷爷是个人精，他肯定知道你专程为了帮我去了一趟港岛，我肯定不会没有表示，所以你回去之后一定不要让他知道我给了你一颗散血救心丹，若是他问起你，你就说待我见他时自会对费家有所表示。费可欣没想到叶晨考虑得如此周到，感激又恭敬地说道：好的，叶先生，可欣一切听从您的吩咐。经过了12个小时的飞行，费可欣的波音747终于降落在了美国的普罗维登斯机场。叶晨婉拒了费可欣下机送自己的请求，一个人下了飞机，在目送费可欣的飞机再次起飞前往纽约之后，才一个人过了海关。由于费可欣的飞机在全美所有机场都是超级 VIP 待遇，所以叶晨这个搭个顺路飞机的乘客也受到了机场的贵宾礼遇。每一家机场都有一个甚至多个国宾车队，有重大外交活动的时候，他们免费为各国政要提供护送服务，而其他时间则进行商业化运营，只要出得起钱就能雇佣他们为自己服务。叶晨不想太过招摇，所以就主动要求这个国宾车队将8辆车缩减为1辆凯迪拉克，如此一来就显得低调了许多。这次回来，叶晨并没有提前告诉萧初然，主要是叶晨很清楚萧初然的性格，如果自己告知他确切的返程时间，他一定会开车来机场接机。叶晨一方面不想折腾他，另一方面也担心萧初然来机场接机会露馅。毕竟私人飞机的航班号是不会出现在机场大屏上的。全尺寸的凯迪拉克越野车将叶晨送到希尔顿酒店的时候，已经是当地时间的晚上8点。司机先是从后备箱里搬下来2个硕大的行李箱，这2个箱子都是刘家辉给他准备的港岛特产。随后司机又从里面搬出一个20寸的小行李箱，这个便是叶晨自己的随身行李。
刘曼琼送给他的百达翡丽也被他顺手放进了这个箱子里。酒店的行李生见他有3个大箱子，赶紧推来行李车，将叶晨3个行李箱都放了上去，跟着叶晨一起来到了希尔顿酒店的顶楼。此时的萧初然刚和马兰一起吃过晚饭。马兰来美国这几天，已经把普罗维登斯这个城市摸熟悉了，不仅能自己一个人出去遛弯、逛街，甚至还认识了不少生活在本地的华人妇女，很快便与他们打成一片。短短几天，马兰已经加入了多个组织。他先是混进了一群老娘们组织的广场舞天团，每天晚上到市中心公园里跟着他们一起跳凤凰传奇。然后又加入了一个由华人中年男女组成的暴走队，每天都穿着同样的运动服，在普罗维登斯的街头喊着口号暴走。马兰还给自己排了个时间表，说是要每周1、3、5晚上跳舞，2、4、6晚上暴走，周日则待在酒店休息，享受生活。今晚刚好又到了去暴走队打卡的日子。马兰吃过饭便抹了抹嘴，对萧初然说道：“初然，妈准备换衣服去暴走队了，你要不要一起来？”我可不要。萧初然摇头道：“叶晨订的这个总统套房就有一个迷你健身房，你要是想走路或者跑步，没必要去大街上组团走吧。”“你懂什么？”马兰认真道：“你老妈我主要是为了社交，我这初来乍到的，除了你和叶晨谁也不认识，结果你每天要上课，叶晨又出去给人家看风水了。老是留我一个人待在这么大的总统套房里，感觉还怪瘆得慌的。你还要在这待半个多月，我要是不多认识几个朋友，往后的日子还不得无聊死啊。在金陵好歹还有个钱红艳，每天拦截长，拦截短的，到了这儿一个认识的人都没有，真是没意思。”萧初然无奈地说：“妈，你才来几天啊？这么快就开始嫌这里没意思了？早知道这样，那你还不如好好在金陵生活呢。”马兰因为来了普罗维斯登，失去了一个人住豪宅、开豪车的神仙生活，也是憋了一肚子怨气，下意识地脱口道：“我倒是想呢。”萧初然有些诧异地问道：“妈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真想回金陵了？”马兰一慌，连忙一脸严肃地改口说道：“谁说的？我可没有这个意思，我就是想你们了才来美国找你们的。我要是回去了，岂不是又要孤家寡人一个了？”其实马兰心想的是，你当你妈，我不想回去啊。关键是我现在兜里比脸还干净，回去的话，别说买机票了，打车去机场的钱都没有。再说，就算你和叶晨给我买了回去的机票，我落地之后也没钱吃饭啊，更别说还得给那辆库里南加油了。萧初然不疑有他，便认真道：“妈，你要是想跟我们在美国一起生活，就别总是说这里没意思，你越说心里就越这么想，到时候就越不开心。”“是是是。”马兰硬着头皮说道：“你说的对，妈知道了。”说着，他连忙岔开话题道：“妈不跟你说了，该换衣服去暴走队集合了。”就在马兰想要回自己房间换衣服的时候，房门忽然响起门铃。马兰有些不满地说道：“不是把勿扰打开了吗？怎么还来敲门？真是烦人。”说着便骂骂咧咧地来到了门口。